这2年我们测试过的安卓旗舰778呢也有一堆了，但是从去年到现在，大多数安卓旗舰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不太靠谱。当然，这个不太靠谱呢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芯片烂导致了日常发热游戏体验不佳，再比如说很多新机上市初期呢存在各种优化问题，又或者说老旗舰莫名其妙的出现负优化。刚好下半年各家新旗舰也都要陆续发布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近2年安卓旗舰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如果把时间拉回到2020年，大家可以发现骁龙865也好，7090也好，其实作为安卓旗舰芯片，它们都能够提供比上一代旗舰芯片或者终端芯片更好的使用体验。注意，这里讲的是实际体验，并不是单纯的跑分更强。因为865、7090这些旗舰芯片不仅跑分比上一代或者说终端 SoC 高许多，关键是日常使用能效同样呢也要更强啊。所以说那会儿大家购买新旗舰，芯片性能是一个主要升级点。但自从888开始到今年上半年的8进1，两代火龙摆烂，导致现机的性能体验呢是全面拉垮。这点在我们往期的评测里面呢也有详细介绍，比如说去年 K40，无论是日常使用发热还是游戏表现，全面 KO 搭载88的 K40 Pro， 甚至今年同样小尺寸机身下，小米12X 还能全面 KO 小米12。在台积电4纳米版本的8进1 Plus 进行量产之前呢，高通这边日常使用体验最好的竟然是2年前老架构的865、870。上半年发哥的天玑9000相比8进呢有不小进步，算是给安卓旗舰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但问题是，搭载天玑9000芯片的机子拍照强的好像也就 X80 Pro， 而这个机子呢目前是各种缺货。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天玑9000和自家次旗舰芯片天玑8100同样的没能逃出我们上面提到的观点，因为 ARM A710、A510这对卧龙凤雏，实际上台积电4纳米供应的天玑9000同性能下的能效还是次旗舰天玑810更强些。比如说 K50 日常性能调度、发热、续航，相比 K50 Pro 呢又来了一次反向 Pro。核心原因呢还是这2年安卓旗舰芯片的性能提升基本是建立在功耗大幅增加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于手机这类纯被动散热的设备来说，功耗暴涨部分实际能够用到的少之又少，尤其是这个游戏环节。比如说上半年很多8进1机型，虽然说机身散热堆料不错，但是日常使用很多是直接限制到了870级别甚至更差的水平。一边是手机厂商发布会上各种吹牛逼跑分多少多少，性能多强，功耗更低；一边呢是消费者买到手，实际体验没啥提升，甚至还倒退了，实属是多花钱活受罪。这也是为啥很多手持865、7090的老用户基本没啥换机动力的主要原因所以说下半年旗舰新机首要解决的是芯片发烧问题。当然，关于骁龙8进1 Plus 的实际性能、能效、功耗表现到底如何，在相同功耗区间下能不能提供比天玑8200更强的性能，零售机上市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买来做详细测试。不调好不发布这6个字不同排列组合下可以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比如说不调好不发布是大家希望手机厂商能够做到的事，但实际上大多数的时候是不调好不发布。除了芯片不给力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新机的优化问题这2年由于手机市场整体出货下滑，再加上疫情影响，存量市场的争夺变得异常激烈。于是呢，各家纷纷实行了机海战术，也就间接导致了很多新机上市优化呢存在明显不足。这点经常看我们视频的小伙伴应该深有感受。很多机子首发上手体验好，但实际消费者买到手的时候还是一个半成品。因为我们测试的机子都是自费购买的零售机，我觉得吐槽这点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去年的小米11 Ultra 发布会宣传是相机低超第1名，但实际消费者买到手时，相机还是一个半成品状态。在随后的2个月时间里，相机呢才有明显改善，而系统体验直到MIUI 13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表现。再比如说去年iQOO8 Pro 这个机子，硬件上除了 SoC 是888，其他方面堪称完美，大面积超声波屏下指纹，颜值呢也不错。但实际买到手之后，触控明显不跟手。今年 X80 系买到手的时候呢，也是触控体验不佳。而发布会上宣传的 LTPO 高刷更流畅，实际到手呢是很多应用直接锁6设置，初期的续航表现呢也是非常糟糕，随后2个月时间里才慢慢得到了优化提升。当然，类似的例子呢，其实还有很多。情况好一点的是，用户买到手，手机1到2周内频繁更新优化。很多时候呢，是我们快要发视频了，突然来了一个更新，导致我们又要针对提出的这些问题去复测一遍。情况差一点呢，可能是某些机子直到退市都达不到发布会上宣传的效果。比如说，今年各家安卓旗舰吹的 LTPO 2.0实际上大多数也是 LTPO 的个寂寞，锁帧的锁帧，掉帧的掉帧，有些甚至比去年88机型的流畅度呢还倒退了。比如说去年三星 S21 Ultra 日常流畅度优化的挺不错，但今年 S2 Ultra 连日常流畅度优化都是明显倒退了，掉帧比较频繁，发布到现在都没有完全修复好。
再比如说，这2年各家发布会上都喜欢拿原神帧率来吹性能，比如说平帧帧率呢都是一堆50帧以上，半小时游戏温度多少多少度，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新机玩游戏很牛逼，发热很低。但实际到手一测，大多数都是强制降分辨率的成绩。你说虚假宣传吧，其实人家早就留了一手，发布会上 PPT 都标注了一个你看都看不清的小字，以叉叉实验室成绩为准，或者说需要 OTA 等升级。而有些机型甚至连王者荣耀都是强制降分辨率的，就这还尬吹游戏性能强、发热低、优化出色。说句难听的大实话就是脸都不要了。再比如说，有些机型拍照算法压根就没有好好去调教，但预热宣传的时候还是会强调拍照很强，给人一种主打影像拍照的错觉。典型的例子呢，就是 GT Neo 3和一加 Ace 的这2款机子。IMX 766加光学防抖本来呢算是一颗底子还算不错的主摄，但是买到手一测还不如 IMX 582的 K50。虽然说有些机子在我们评测视频指出问题之后，后续进行了优化改进，但依然是属于不调好先发布。当然，也有部分是发布到现在拍照依旧没啥变化提升的。所以这2年对于绝大多数首发入手安卓旗舰的用户来说，基本是被迫冤大头，而且通常是一款手机还没等到优化好，价格呢就开始崩盘了。比如说去年的跳水小王子小米 Mix 4，今年的 GT2 Pro 放在 X5 Pro 天际版都是上市没过多久，价格呢就明显开始下跌了。一款4000左右的旗舰，说实话价格已经不低了。本来呢，大家买价格更高的旗舰，肯定是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用机体验，或者说早买早享受。毕竟买手机想要理财，几率呢实在是有点低。结果呢，现在不仅是没有早买早享受，反而搞得像是自费在给手机厂商做测试，打工反馈 bug。就挺离谱的，因为所谓的后续优化，大多数时候呢，就像是一张空头支票，就跟部分手机系统更新画大饼一样，一会儿说下个月更新，一会儿呢说明年更新，等真正优化好了，可能手机都快用来淘汰了。所以不调好不发布，我觉得不应该成为一句随便喊喊的口号，而是手机厂商发布新机时必须要做好的工作。别的不说啊，至少你发布会上吹的这些东西要提前做好。后续更新如果有新增功能，或者说比发布会上说的这些更好，那才算得上是锦上添花。毕竟用户买手机的时候，钱呢是一次性实打实付清。如果新机优化工作需要分期完成，那么请把一部分钱先还给用户，别再把那些真金白银首发支持你们的用户当成小白鼠了。大家的主力机有没有遇到过被云控负优化的经历呢？遇到过的可以打个1，没遇到过可以打个2。相比发布初期没有优化好，后续慢慢改进，这2年我们在复测一些机型时，同样也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负优化。说到负优化，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早些年部分 iPhone 6s 用户升级 iOS 11.2之后出现的降速门。当然，这里指的部分是指损耗相对明显的 iPhone 6s 系列机型，升级之后呢 ，CPU 性能会出现明显下滑，导致系统流畅度下降。而如果是更换了新电池，性能呢又会恢复正常，因为苹果没有提前告知用户，最终被用户起诉。随后在2017年12月29号的时候，苹果正式对此事件呢进行了道歉，并公布了一些补偿措施。实际上，这个情况同样存在于这2年的安卓旗舰上。比较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有些机型上市初期性能调教比较积极，但是到了夏天或者半年之后，实际性能调度就变得非常怂了，导致游戏各种卡顿不流畅。还有一些是送测媒体机的时候，性能调度比较猛，但是实际零售版也是怂的不行啊。再比如说充电速度，不少67瓦、120瓦机型上市初期充电速度挺快，但随后的更新里不知不觉充电速度呢也是下降了些啊。虽然说本质上这些操作呢其实都是发热和性能之间的取舍，尤其是夏天，但问题就在于你得先告知用户，让用户有知情权，比如说在更新里说明会限制一定性能速度，降低夏天的使用发热。那我至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来决定升不升，而不是升级之后才知道被限制了性能。还有就是部分旗舰机的拍照效果了，在某个大版本里面表现不错，算法调教都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在更新了某个大版本之后，实际拍照效果又开始出现负优化了。比如说小米11 Ultra 的5倍长焦，在更新了米2 13之后，白天拍摄的白平衡、动态范围以及解析力都不如小米10 Ultra 的5倍长焦。再比如说 Mate 40 Pro 的超广角，上市初期的夜景降噪效果呢是很好的，但是最新系统下，超广角的夜景噪点是比一开始多了很多。本质上之前没有通知用户出现局部性能下降或者说效果下降，和当年 iPhone 6s 的降速门的性质是一样的。这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开发人员偷懒，没有整合好后续的优化工作，也有部分呢是为了给新机让路，反向倒逼你们换新机。而且现在更离谱的是，很多厂商是不需要更新系统，就可以通过云控的方式改变你的手机性能调度、温控策略，或者说游戏降不降分辨率。有时候我们微博发个吐槽帖，厂商就偷偷给你调回来了，然后视频发布之后又偷偷给你降回去，各种骚操作呢是不断。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也有必要出台一系列政策，限制厂商做这种夸大宣传、云控负优化的行为。不管怎么样，你至少得在更新项目里面告诉我改变了什么，而不是简单的一句优化就帮我做了决定。当然，除了拍照性能上的一些负优化，还有一部分呢，则是之前新机买到手的时候系统没啥广告，但是在更新某个大版本之后，相对原来清爽的系统莫名其妙就多出来了一堆广告。这同样也是未经用户同意侵犯用户体验的行为。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主力机，或者说曾经用过的主力机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OK， 那么本期视频吐槽的点比较多，可能会得罪很多厂商，但确实是我们这2年购买新机、评测新机、复测一些老机型时遇到的种种问题。而且现在有一种不好的趋势是，手机厂商在发布会上吹的牛逼啊，真的是越来越不打草稿了。明明是处理器功耗大增，体验下降，还敢吹功耗下降，能效更好；明明零售机上各种应用锁帧，还敢吹 LTP 2.0 更流畅，高刷体验更好。没有优化好的，或者说达不到效果的，也会先在发布会上吹一波牛逼，感觉是只要我在 PPT 上标注一行带星的小字，就万事大吉了。而这一系列操作最终受影响的还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看着一堆牛逼哄哄的宣传，实际买回来就压根达不到宣传效果，手机变卡了都不知道是不是被负优化了。毕竟真正关注手机、了解手机的人依然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家买手机也不可能买2台做持续性的前后对比，分析有没有被负优化。当然，发这期视频的目的是希望手机厂商都能够真正把优化工作给重视起来，不仅仅是发布之前做好全面的优化工作，发布之后同样也要做好维护优化工作，这样呢才能真正留住用户的心。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手机厂商看到。希望下半年的各家新旗舰能够真正解决好以上这些问题不足，真正提升消费者的用机体验。当然，大家如果在用机过程中自己也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优化问题、负优化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